2022年，全国关停了超过5000所幼儿园。再这么关下去，以后孩子上幼儿园会不会都像高考一样，要靠争靠抢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上千所停办的幼儿园会对普通人造成什么影响？这里是知识填题。幼儿园的撤并现象近年来逐渐加剧，大有在未来发展为大势所趋的架势。前几天，湖南省有关部门率先召开会议，并且在会议上指出，要把握调整优化整点任务，有序组织幼儿园撤并转设。作为人口大省以及教育大省的湖南，可谓是打响了全国调整幼儿园的第一枪，有着十足的信号意味。2023年12月7日，湖南省就已经发布文件，率先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设并转撤。虽然这是我国第一个省份召开会议，并且下达文件，正式开启这一项目，但实际上这在我国不是第一次发生。早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，安徽省的临泉县就已经由当地的教育局发布公告称，当地的50多所民办幼儿园已经终止办学。随着出生人口的下降，幼儿园适龄人口减少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。在这种背景下，临泉县有38所幼儿园出现了无实际招生办学行为，12所幼儿园提出申请终止办学。这样的例子占到了临泉县全县幼儿园总数的 11.8%， 占到全县民办幼儿园的 24.5%。这样讲述，可能大家还没有什么直观的感受。那么我要是向你强调，临泉县是我国第一人口大县呢？你能有直观的感受吗？作为一个拥有230万人口的大县，临泉县的民办幼儿园尚且有38所的学校出现了招不到学生的现象，可想而知，我国其他的城市中又是怎样的一番现象。根据我国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22年我国共有幼儿园 28.92 万所，跟上一年相比较下降了 1.9%， 而这也是自从2008年之后首次出现负增长。从上述的数据中，大家也能够看出来，幼儿园数量的减少并不是个别地方出现的个例，而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。无论是第一人口大县还是大型城市，都出现了关停幼儿园的现象。比如说，海口市停办了33所民办幼儿园，青岛也撤并了61所幼儿园。一场席卷全国的浪潮正悄无声息地发生，幼儿园开始关停了，相关部门也召开会议，指出有序组织幼儿园撤并转设。对于这场撤并幼儿园的全国性现象，肯定就会有人好奇，好端端的幼儿园为什么要停办呢？其实这个问题要是问屏幕前的你们，相信肯定有一个核心因素是大家都能够回答得上来的，那就是出生人口的变化。要知道，每一年的出生人口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后3年的幼儿园生源，而且还会影响到6年后的小学生源，甚至再往后延伸，像高考的录取率以及考大学的难度都会随之发生一系列的变化。难怪会有网友感慨说，真是不敢想以后的小孩考大学会有多容易，毕竟大家都不生了，总共就那么点人。不过人口因素并不是幼儿园撤并这一问题的全部，还有一个因素则是我们在思考问题的时候绝不能忽视掉的，那就是民办幼儿园和公办幼儿园之间的竞争。虽然从全国范围内来看，幼儿园的撤并成为大势所趋，但是从被撤并的幼儿园种类来看，其中绝大部分幼儿园都是民办的。公办幼儿园不仅没有受到这股热潮的影响，反而发展的另一番别有生机的模样。根据数据显示，在临泉县撤并10多所民办幼儿园之后，又新建改建了公办幼儿园9所。从公办园到民办园的模式中也能够看出来，虽然说两者教学的内容差不多，但是在学费上却相差巨大。公办园1年的学费只有几千元，但是民办园的学费动辄上万元，既不能提供差异化的教学方式，同时又在学费上有着巨大差别。民办园以其较低的性价比，最终被公办园给挤了下去。多地的民办园纷纷表示，实在是开不下去了。与此同时，公办园能够获得政府的财政补贴以及政策扶持，在这两者的对比之下，也难怪民办园会开不下去。
1年停办5000多所，今后上幼儿园会更难吗？会对我们普通人造成什么影响呢？这里所说的普通人，既是从事母婴教育行业的业内人员，也是家中有几只吞金兽的宝妈宝爸们，同时也是在未来可能会生儿育女的万千普通人。首先说，对于从事母婴以及教育行业的普通人来说，撤并幼儿园这一现象的发生，势必会造成一批幼师失业，而人口模式的变化，也会让之前生意火爆的母婴赛道变得没有之前那样抢手了。其次，对于家中有孩子的家长来说，公办幼儿园的扩建正好能够让不平等的教育资源变得更加的均衡。谁家里有了孩子，都会希望自家的孩子能够从小就赢在起跑线上。但是昂贵的民办学校却不是每一个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得起的，更何况有的时候公办幼儿园的入园需要条件，有的时候生源招满了之后就不再扩招了。但是随着我国公办园的数量不断增加，以后的新生儿入学难度就会大大降低了，在家的附近就能够享受到优质的教育服务。而这样的现象对于出门务工的人员尤其友好，再也不用为了孩子上学的事情东奔西走了。从这一角度来说，虽然撤并幼儿园成为了大势所趋，但这样为了更多人民群众利益的大事也并不是一件坏事。知识天梯，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，我们下期再见。